的天啊！顾氏总裁顾北辰和陆氏千金订婚了。对啊，他们俩可真般配，门当户对的，真是天作之合呢。汉子的父亲正搂着未婚妻子，接受众人的羡艳和祝福，而我却正等着流掉他的孩子。喂，订完婚啊？忙完了。在哪？我正在逛街。晚上见一面。唐念26周岁，孕期8周，胎儿已经有了胎心，发育也正常。你们确定要做人流吗？医生，赶紧做，我还赶着去参加我儿子的订婚宴呢。方姨，这毕竟是北辰的孩子，能不能先问问他的意见？你怎么这么多废话？不知道他今天订婚吗？顾家的子孙能让你这种被包养的女人生？来，坐上去把裤子脱了吧。医生，会疼吗？哦，不疼，15分钟。医生，我的意思是，我的孩子会疼吗？唉。宝宝，你已经走了，对吗？让妈妈多躺一会儿吧，这是唯一能证明你来过的方式。在哪儿逛街？我来接你。不用。并未发怒。孩子总算打了，唐念，你要是不想打第二胎，今后离我家北辰远点。唐念，你到底在哪儿？妇幼医院。谁打的电话？顾北辰。你还敢杀我？方姨，求求你别动我弟弟！还敢跟我狡辩？我不！儿子，你听妈说，妈这都是为了你好。这个被包养的女人怎么能配得上跟你？几个月了？8周。儿子，我自愿的。儿子，你不要太激动了，就是个孩子嘛。以后呀，你跟星儿想生几个就生几个，挺好。顾北辰，你摆出一副这样子给谁看呢？北辰已经跟星儿订婚了，你还想死皮赖脸缠着他不放？方姨，我不会再缠着他。那我弟弟的手术费喏，这是赏给你的，记住，管着你的嘴。有钱就是好，可以随意践踏别人的尊严。让一下！瞎呀，走路都不会好好走，杵在这儿等着被撞死啊！北辰，你快去看看吧。不用管，走吧。北辰，你还是去看看吧，我看他摔得挺严重的。陆小姐是她自己不小心撞到的，你就是太善良了。这就是他未婚妻吧？真的是好配呢。那赏你，陆小姐给你的。幸好你今天是碰见了陆小姐，要是放了别人啊，就你这拙劣的演技，碰瓷儿都不够格的。钱就不要了，既然你撞了人，就要道歉。你什么意思？季晴，你好好和他说。陆小姐，您就是太善良了，她这明显就是碰瓷儿的。你快把钱给他，我胃还不舒服呢。
胃疼的厉害吗？没有，就一点点疼。你还要把我从订婚宴拉过来，带我检查，还专门选了这家医院。顾总对陆小姐可真好。这位小姐，你季晴不是故意装你的。你看你要多少钱，直接跟我说，不要为难我们了，好不好？原来是个颠倒黑白的绿茶婊，顾北辰，你眼光真的好差。陆小姐严重了，钱就算了，但麻烦你下次走路的时候小心一点。北辰，季晴也被撞了，她又不是故意的。我知道，走吧。你知道吗？不，你不知道。念念，你醒了。妈，我怎么会在医院？是一个叫陆欣儿的小姐给我打电话，说你晕倒了，还流了好多血。我来医院才知道，你做了流产手术，你还把自己搞成这样。陆欣儿能有这么好心？妈，你别担心，我没事。没事没事，你就知道说没事，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这女孩子打胎怎么可能是小事，还差点子宫大出血。你告诉妈，孩子的爸爸是谁？我这就找他算账去。妈，把这个钱给弟弟吧，够他撑一段时间。念念，你跟妈说实话，这个钱是你跟朋友借的，还是跟孩子的父亲？妈，我累了，你别问了。好，你好好休息，妈出去给你买点粥啊。你干什么呀，妈？念念，你弟弟医药费要50万，我跟你爸没有本事，救不了你弟，我也不活了。妈，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好不好？求求你买了我吧，只要50万，让我做什么都可以。好啊。顾北辰，2年了，我在你心里不过是个花钱买来的玩物吧。你是谁？北辰，你怎么在这儿？他是专门来看我的吗？后悔吗？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困了，先睡了。刚打掉我的孩子，你还能睡得着？北辰，你怎么在这儿啊？原来他是来陪陆欣儿住院。没开灯，走错。我刚刚做噩梦被吓醒了，醒来发现你不在，还以为你走了呢。北辰，还好你没走，你对我真好。没事儿，回去好好休息吧。不好意思啊，唐小姐，我只是有点胃疼，但北辰一定要让我来住院观察几天，还一定要陪床。哦，对了，唐小姐，我不知道你做了人流的事，差点害你出事，真不好意思。没事。唐小姐，你男朋友怎么没来？好好的孩子为什么要流掉？是孩子的父亲不想要吗？时间不早了，顾总和陆小姐早点回去休息吧。那唐小姐你好好休息，我们先走了。北辰，以后我们的孩子一定要当做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可不能让他化为一滩血水，丢进臭烘烘的下水道，那多可怜啊！好，我答应你。
凭什么？凭什么他的孩子可以成为世界上最珍贵的宝贝，我的孩子却只能化为一滩血水？妈，你怎么了？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年年，你爸被人抓了，咱们这个家是不是就要完了？我爸一个农民工，老实本分，怎么可能被抓呢？他们说你爸打人，可是你爸平时连鸡都不忍心杀，他怎么可能打人呢？就是那个陆氏的李经理，他不想给钱，所以故意陷害你爸。妈，没事的，我一定会救爸爸出来的。哎，北辰，那不是唐小姐吗？她刚刚流完产，怎么会来这个地方？那个男人好像是我哥公司的一个小经理，风评很不好的，就喜欢飘。不会唐小姐怀的就是那个客人的孩子吧？难怪要打胎呢。那也不能这么着急赚钱呀，对身体多不好呀。北辰，我们继续去逛街吧。我刚看上一个包，只要200万。好，给你，随便买，我有点事要处理一下。郝念，你这个贱人，你给我等着！哥，北辰又去找那个女人了，我该怎么办啊？李经理，求求你放过我爸爸，看在我爸跟你这么多年的份上。行了，跟我来。李经理，你想干什么？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妈的，想要钱你装什么蠢？你今天要是不从了我，我就让你爹在牢里待一辈子。放开我！放开我！妈的！顾北辰，救我！妈的，敢耍我！你吓唬谁呢？啊！你要认识顾北辰，我就是他爹。顾北辰，顾总，怎么缺钱了？你说什么？是他勾引了我。他说2万块钱，随便玩。顾北辰，我没有。那你们好好玩。顾北辰，你为什么就是不愿意相信我？要我怎么相信你啊？出卖身体换钱，这不就是你最爱用的手段吗？还敢要2万块钱？一个打过胎的女人哪有脸要2万？所以在你心里，我就是为了钱可以随时出卖身体的女人，对吗？还愣着干嘛？给我好好玩他！妈的，吓死我了！我今天非玩死你不可！你要是敢碰我，我就死给你看！老子今天就让你爽死给我看！放开我！谁他妈又坏老子好事儿？顾总，滚！都出来卖了，还装什么清纯啊？够了，顾北辰，别逼我恨你。
北辰，刚刚在门口碰到我哥。怎么一来就跑到别的男人怀里了？这不是别的男人，这是我男人。啊，唐小姐，这是在这儿工作？来人，送陆小姐回家。刚来就赶我走，坏人！北辰，这怎么回事？一个小小的经理就敢肆无忌惮的强暴殴打女性，你是不是觉得你们陆氏可以一手遮天了？今天的事情我会好好调查清楚，如果是李经理的问题，我绝不会姑息。但是如果作为星儿的哥哥，我很有必要问清楚，你跟里面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你可别忘了，你跟星儿可是订了婚的。没什么关系，一个为了钱可以什么都出卖的女人，我嫌脏。救命！别碰我！是我，是我，没什么关系。一个为了钱可以什么都出卖的女人，我嫌脏。离我远点！你不是为了钱什么都能出卖吗？装什么贞洁烈女？所以顾总觉得应该给我点什么，我才不会打扰你和陆小姐的幸福生活。唐念，你别碰我底线。这个说，唐念，你可真够贪的。毕竟我为了钱什么都可以出卖。姐，我是不是要当舅舅了？哟，没事吧？你别听他乱说。那天陆小姐打电话的时候，他有一茬没一茬的听了几句，瞎说的，别乱说了。姐，那我姐夫是谁？我见过他吗？好好养病，别瞎猜。姐，你不结婚是因为我的病吗？跟你没有关系。姐姐不想结婚，是因为还没有遇到那个想嫁的人。唐小姐您好，我是陆氏集团负责人陆哲宇，您父亲很快就会被放出来，该给他的钱陆氏一分都不会少。谢谢你，真的太感谢你了。另外，有件事想拜托唐小姐。拜托我？没想到唐小姐的翻译水平这么高，这次真的是帮了我的大忙了。我这个项目是个急活，翻译陈姐又有事突然来不了，还好她向我推荐了你。陆总真是太客气了，您才是帮了我大忙。我父亲的事，真的没事吧？哥，你和唐小姐？陆小姐，你误会了。哼，别瞎说。哥，你要是谈恋爱的话，那我岂不是就有个嫂子了？妈也不用担心你的婚事了。我还有事，先走了。北辰，你不是要陪我的吗？你这个小没良心的，成天就知道跟别人腻歪，多少天没回家了？爸妈可是天天念叨你。哎呀，那可是我的未婚夫，你的准妹夫。哥，回去让妈给我做好吃的。哼，唐念，我送你的大礼，希望你能喜欢啊。上车。他刚刚不是走了吗？下家找好了。顾总管的可真宽，不知道你那些女人是不是像我这么幸运，为你这般惦记。陪陆泽宇睡过了。睡过了，他比你温柔。唐念，滚！
喂，妈，怎么了？念念，你快回家，你爸被放出来了。太好了。爸妈，我回来了。今天给爸爸买了好多爸爸爱吃。爸妈，你们吵架了？妈，你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文翰，别这样，有话好好说。好好说，唐年，你给我好好说，这么多年是怎么教育你的，让你不顾我这张老脸，去给别人当情妇？爸，你说什么呢？我是你的女儿，我是什么样的人，你不了解吗？那你不想说是不是？糟了！念念，李经理来了，你抢陆小姐未婚夫的事情，他都告诉你爸了。你个傻孩子，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你，李经理，我唐文翰堂堂正正一辈子，还从来没有被人嘲笑，说我女儿给别人当情妇啊！你好样的啊！爸，我知道错了。你打我，我打死你这个不成器的东西！我打死你！我打死你！别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文翰，你再这么打下去，他就没命了。念念刚小产完，你这么打下去，你就要永远失去这个女儿了。你怀了那混蛋的孩子，说，小陈手术的钱是谁给的？你这2年的钱是谁给的？说呀！是哥为臣给的。文翰，你别吓我！文翰，你怎么了？你别吓我！文翰，文翰，文翰！怎么会这样？好好的一个家，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医生，我爸他没事吧？我们已经尽力了，急性心脏病，抢救无效死亡。你们进去和死者见最后一面吧，请节哀。不可能，不可能！妈，是你害死你爸的，是你！对不起，对不起！以后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你滚！你滚！妈！医生，你母亲身体并无大碍，只是以后不能再接受刺激了，明白了吗？唐念，你不要命了！顾北辰，你来了。想死别祸害别人。祸害别人？可是我已经把我爸害死了。唐念，我这是怎么了？睡眠不足，气血两虚。姑娘，你这身子再这么折腾下去，就真的废了。查完了赶紧滚。三哥，你过河拆桥啊你！行了，我马上就走。他小产完没恢复好，再加上情绪郁结，很容易终身不孕的。你呀，别总整天黑着个脸，对病人影响不好。唐念，你爸的遗体只能在医院里放3天，
医生刚来通知，说要尽快把遗体送去火化。妈，你别担心，我会立马找人弄好的。你爸的丧事，妈你放心，我一定会处理好的。好。你爸的事，陆家没处理。陆总处理得很好，只是……儿子，你怎么在这儿？今天不是要陪欣儿去试婚纱吗？时间不早了，你赶紧去吧。是啊，北辰，我都等你好久了。你个臭婊子！我警告过你，别缠着我儿子了。你是打算办完你爸的丧事，再给你妈办，是吗？你可以去问问你儿子，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我的病房。你胎我也打了，我跟你儿子顾北辰也断干净了。如果这样的结果还是不能让你满意的话，我不介意告诉你儿子，他的第一个孩子是他的母亲亲手害死的。你居然威胁我！不敢，狗急了也会跳墙。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好，你给我等着！家属请让一下，我们要把死者的遗体送去殡仪馆火化。爸，你们不要杀我爸！爸，文翰，你不要离开我，文翰。妈已经走了，咱们就让他先去吧，妈。我不要。小陈，你扶妈上去，我去买些祭品。唐念，顾总来找我是有什么事吗？申燕说你身体没恢复就走，发生了什么？没什么，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去医院躺着。不用，我不用去医院。不想死就去医院。放开我！顾北辰，你给我的惩罚还不够吗？我离你已经够远了。当初没有拒绝我的是你，在床上抱着我说会善待我的也是你，凭什么最后所有的错都要让我来承担？我爸已经死了，顾北辰，求求你了，放过我吧，我不会再缠着你了。妈，忘带钥匙了吧？我找找。我不是你妈，是不是不把这个家弄得支离破碎，你就不会善罢甘休？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好，你给我等着。是方慧干的，妈，对不起。我不是你妈，从来都不是。我生不出你这种不知廉耻的女儿。我要是知道你会干出这么恶心的事情，当时我就是让你冻死在雪地里，我都不会抱你回来。妈，你说什么呢？妈，走，走，妈，我不是你妈，妈。我是在镇上见到你的，当时你身上就只有这个镯子。唐念，我养了你20多年，不求你回报我的养育之恩，但是你不该这样祸害这个家。你走吧，这个家容不下你了，也经不起你这台。妈，我不是我爸妈亲生的。那我是谁？我的家在哪？我的爸爸妈妈在哪？
怎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还好吧？现在你满意了？你没事吧？陆总找我来是有什么事？你父亲的事情我听说了，所以我来看看。人已经死了，火化了，现在能看到的只有一堆灰烬。他们都不要我了，接下来我该怎么办？唐小姐需要帮忙吗？今晚先住这儿吧，有什么事明天说。陆总，您为什么要帮我？做好事。你是唐念吧？我是陆哲宇的母亲，我过来拿点东西，没打扰到你吧？没有。哎呀，阿姨，来。阿姨，你没事吧？没事，年纪大了呀，腿脚不利索了。幸好相框没有碎。阿姨，这是你们一家人吗？是啊，这是我们一家呀唯一的一张全家福，20多年了。没事的，阿姨，反正你们一家人都在一起，来日方长，想拍的时候随时都可以拍。是啊，来日方长，我们一家人一定可以再拍一张全家福的。妈，不是不让你再看这些照片了吗？你的眼睛再哭，可真要出问题了。咱们走。这镯子怎么这么眼熟呢？我妈没吓到你吧？阿姨没事吧？她没事，只是想到以前的事情，有些伤心。陆小姐小时候真可爱。哼，她不是星儿。你还有一个妹妹？对，只不过在2岁的时候就走丢了。丢了？陆总，多谢你昨晚收留我，以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地方一定要说，我会尽力而为的。既然唐小姐不想留在这，那我尊重你的选择。不过上次会议唐小姐翻译得很出彩，所以我想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我们陆氏对待员工的待遇，我想唐小姐绝对会满意的。谢谢陆总。我还有一个请求。陆总请说。顾北辰和星儿婚期将至，我希望你不要再跟他有任何联系。好，谢谢。怎么突然想起来出来租房子了？顾北辰舍得你出来吃苦啊？顾北辰已经跟我没有关系了，更何况他已经订婚了。那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啊？陆哲宇让我去陆氏集团上班。陆哲宇就是陆氏集团那个年轻总裁？他怎么……该不会是我上次介绍你给他做翻译，他看上你了吧？你想什么呢？顾北辰的未婚妻是陆哲宇的妹妹，他为了我远离顾北辰才这么做的。是陆家人的手段可真够可以的，这别人要赶人，要么是给钱，要么是使用暴力，他们倒好，直接把人安排在眼皮子底下。
是你想弄出点什么，也弄不出来了。是啊。妈，我是念念，你还好吧？姐，是我。姐，你去哪儿了？小陈，妈怎么样？妈一直都在哭，昨天到现在一口饭都没吃。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小陈，姐姐一时半会儿回不去了。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们了？小陈，姐姐正在给你赚治病的钱，姐姐没有不要你们。那姐姐，你什么时候回来？姐姐有时间就去看你们。小陈，姐姐把钱转到妈妈的银行卡里，你要按时化疗，知道吗？这个数。唐念，你可真够贪的。我们从前开始，又从前结束，如今倒算是两情。可我欠母亲，却永远还不起。这些同事怕是误会我和陆总的关系了，一个劲儿的灌我酒。陆小姐，真巧，没想到在这会遇见你。我也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唐小姐。顾家看不上你，陆家就更不可能了。我不知道你用了什么办法让我哥把你弄进公司，但是我警告你，离我哥远点儿，更不要和北辰有任何牵扯。野鸡就是野鸡，永远不可能飞上枝头变凤凰。陆小姐一天到晚可真忙啊，操心完你哥，又操心你的未婚夫。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试试当陆总的女朋友是什么样的感觉。我要脸！陆小姐，你既然想惺惺作态，装温柔装贤惠，你就扮演好你的角色，不要招惹我。我对你哥不感兴趣，对你的男人更没有兴趣。最好像你说的那样，要不然我不会放过你的。谢谢陆总。陆总，我要下车了。陆总，你想干什么？再过几天，星儿和顾北辰就要结婚了。陆总，你不觉得你这样子多此一举了吗？晚安。真是莫名其妙，怪不得陆哲宇要亲我。这么着急就成为陆哲宇的入幕之宾了啊？唐念，你是有多寂寞才能这么着急的扑进陆哲宇的怀抱？顾北辰，你有什么资格管我？谁是我的入幕之宾，和你有什么关系？有没有关系，我说了算。顾北辰，你开门！顾北辰，你疯了！对，我就是疯了。这难道是他和陆星儿的婚房？
居然把我带到你们俩的婚房来，顾北辰，你真是疯了。夫人，陆小姐的婚纱已经送过来了，我要不要给陆小姐打个电话，让她过来试穿啊？是那个季晴。杏儿那丫头这会儿可能还在睡觉，晚一点给她打电话。我们先把婚纱送进去。我的潇潇也到了出嫁的年纪了，不知道她……夫人，您也不要难过了，这么多年您一直都在找潇潇小姐，相信啊，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就能团聚的。唐念，你怎么在这儿？我昨天晚上你和顾总住在这儿了，真是不要脸！我要不要脸？你没有资格说。好，你给我等着！喂，妈，你不生我气了？年年，你快来医院一趟，你弟刚才又被送去抢救了，医生说再找不到合适的骨髓做手术，你弟弟真的会死。妈，你别急，我马上就过来。谢谢啊。顾总，你滚！怎么还是打不到车？上车。不用了，我自己打过车了。要我下去抱你吗？你弟的病很严重吗？他的病情恶化，暂时找不到合适的骨髓进行手术。需要我做什么吗？顾北辰，我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唐念，你就这么着急摆脱我跟陆哲宇在一起？顾北辰，你都是要结婚的人了，跟我说这些话，你不觉得自己很恶心吗？下车。放下确实很痛苦，但是长痛不如短痛。妈，弟弟他怎么样？年年，怎么办？你爸走了，我唯一的儿子也要离开我。妈，你放心，弟弟他一定会好起来的，一定会。对不起，年年，是妈拖累你了。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骨髓的事情就麻烦您操操心。陆小姐，你这是什么意思？唐念，你都敢跑到我的婚房去勾引顾北辰了，就那么缺男人吗？陆小姐，你觉得单凭我能找到你的婚房吗？你应该去问问你的未婚夫。贱人，我倒是小瞧你了，看来你是死一个爹不行，还得死一个妈才行。你什么意思？我什么意思不是很清楚了吗？你以为李经理是怎么知道你和北辰那些肮脏事儿的？原本我只是想给你一个警告，没想到你父亲还挺争气，直接挂了啊！这还真是报应。你敢打我？我跟顾北辰之间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你嫉妒我、怨恨我、迁怒我都可以，但是你不应该牵扯我的父母。我动你父母又怎么样了？你还能弄死我不成？哦，对了，我记得你还有个白雪冰的弟弟，找不到骨髓配型是吧？如果他死了，你觉得你妈会？你敢！你要是敢碰他，我就杀了你。有什么事情不能好好说话？
唐小姐非得动手。哥，我原本是来给唐小姐送请帖的，没想到她反应这么大，我也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这个女人演技可真好。唐小姐，今天你的状态不适合上班，你先回去休息吧。陆总这是要赶人。既然你是来送请帖的，那麻烦你把请帖给我。唐小姐，你非得要这么咄咄逼人吗？陆总还是抽空去医院看看眼睛吧。哎呀，哎呀，妈，你没事吧？你怎么走路的？唐小姐，你没事吧？有没有受伤的地方？对不起，是我不小心撞了你。这是你的？是我的镯子，麻烦你还给我。我的小小回来了，我的小小回家了。不好意思，阿姨，我不叫小小，我叫唐念。刚才很抱歉撞了您。小小，你就是我的小小。这镯子是你周岁的时候妈亲手给你打的，上面还有你的名字。不信你看。你确定，妈？我是在镇上见到你的，当时你身上就只有这个镯子。难道我真的是小小？星儿，你先去倒几杯水。唐小姐，我可以看看你的镯子吗？啊？这是小小的东西，这是小小的东西。妈，你先别激动。唐小姐，这个镯子是一直戴在你身上，还是近几年你才得到的？这个镯子是母亲刚给我的，她说我小时候是一直戴着的。那天陆总也看到。小小，我的小小。妈，你先坐下，别向着人家。唐小姐，今天可能有些唐突，但我也希望你能够理解一下。我有一个妹妹，2岁的时候和我们走丢了。她走丢的时候手上就戴了一个跟你这个一模一样的镯子，我们找了她很多年都没找到。所以如果这个镯子是你的话，你能跟我们一起做一个亲子鉴定吗？陆欣儿与我父亲的死脱不了关系，若我真的是陆家的女儿，就有能力为父亲报仇了，也能更快帮弟弟找到合适的骨髓配型。可以。那今天你有时间吗？如果今天一会儿你没事的话，我们一起去趟医院。唐念，本来是想放过你的，但是你一直在找死。我到了。唐念，要不别住这儿了，现在就搬回陆家住啊。妈，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先别急，等结果出来之后我会安排好的，咱们先回去。那我们先走了。唐念，你又来干什么？弟弟的配型已经找到了，明天就可以手术。什么？太好了，顾北辰，谢谢你！我现在就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喂，妈，弟弟配型长。念念，你弟弟不见了，我上了个厕所回来，他整个人就消失了。妈，你别急，你问医院要下监控，看是什么人带走的小陈，然后报警，我马上就过来。医院说是个戴口罩的中年男人把你弟弟架走了，我们没有得罪过什么人呀，怎么会有人对你弟下手呢？走，我带你去医院。怎么回事？
哟，好姐姐来了。陆星儿，果然是你。我弟呢？在里面呢。陆星儿，你有什么气朝着我？对一个病人下手，你还算是个人吗？既然我都这么坏了，那你就看着你弟去死吧。不要！不要！他怎么来了？弟弟，我来救你了！危险！顾北辰，我弟弟在里面，你快去救救他！快去救救他！好，你在这儿等着我。明天你弟弟就可以做手术了，我特意从国外请了顶级专家，不用担心。真的很感谢你，顾北辰。如果我说是陆星儿绑架的我弟弟，你会信吗？星儿她性子单纯，不会且没有必要做这种事情。是啊，他没有必要。刚刚我是开玩笑的。以后不要开这种无聊的玩笑。他就是你打掉孩子的父亲？不是的，妈，他是一个好心人。妈，明天弟弟就能手术了，你开不开心？走，去看看。姐，等我病好了，我就去学散打。再有人欺负你，我就揍死他。我们小陈啊，一定会好起来的。明天星儿婚礼你会去吗？陆家长辈都在，去见见吧。鉴定结果还没有出来，我还不一定是你妹妹。再说了，陆小姐的婚礼我去不太合适吧？啊，星儿是潇潇走丢后，父亲怕母亲太过伤心抱养来的。这些年我们一直都在找她，可是一直都一无所获。你妹妹为什么走丢啊？没有什么事的话，我就先走了。哎，你很爱顾北辰吗？爱不爱他不重要，其实我也很被动。我的道德底线告诉我不要再靠近他，但有的时候很难掌控，我也很抱歉。原本要嫁给顾北辰的是潇潇，但这些年我们一直找不到他，所以我不懂你们豪门之间的恩怨，但是你也不必觉得对我有什么愧疚。人这一生很长，还会遇到很多人，我还会爱上其他人。好，那我明天会去接你。顾北辰，我是放下了，但是陆星儿，我们还有很多账要算。唐念，我给你好脸了吧？你父母没教过你礼义廉耻？方爷，你这是贴小广告上演，打算我走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是吗？看来上次还没把你教训够。来人，都给我进来！你想干什么？哼，你不是缺男人吗？我一次性给你送个够。
你这是在犯法！唐念，我警告过你，北辰不是你这种女人能配得上的，是你不长记性，怪不得我。这要怪，就怪你没这个命，不像星儿那样，人家生在富贵家里，这都是你的命。这个女人就交给你们了，别弄死就行。我去，真得劲，老子还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娘们。放开我！住手！滚！别碰我！你再跟我说一遍！我说过让你别碰我，你跟你那个妈一样，让人恶心。你。顾北辰，明天都要结婚，为什么还要来招惹我？唐念，如果这辈子错过顾北辰，你会遗憾吗？你是担心我来破坏婚礼，所以提前来给我打预防针。顾北辰和星儿都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你放心吧，我不会在婚礼上做什么事的。我来，只是简单的祝福。破坏婚礼这种事太轻了，我爸的一条命，怕陆星儿一场婚礼可抵不了。恭喜唐姐，你来了哈，走，我带你去见见家里人。好，老公，他就是唐念。你好，丫头长大了。爸妈，宾客都来的差不多了。唐小姐，欢迎来参加我的婚礼。唐念，我们要进去招待客人，婚礼结束后咱们一起走。你记得等妈妈。唐念，你要是敢在我的婚礼上捣乱，我保证你进不了陆家的门。你觉得我会受你的威胁？你可以试试，鉴定结果还没出来，不是吗？你是不是陆家的女儿还不一定，况且就算你进了陆家，你以为你能翻出什么浪花？可别太想当然了。你来干什么？砸场子。唐小姐可真会开玩笑，她是哥哥的女伴，婚礼快开始了，我们走吧。如果这辈子错过顾北辰，你会遗憾吗？会吧，毕竟是动了心的人。吃好喝好。曾几何时，我也曾痴心妄想过，顾北辰会牵着我的手，敬四方来宾的酒。唐念，你怎么在这里？方姨觉得我为什么不应该出现在这里？你这个野鸡，也配出现在我儿子的婚礼上？在我没发飙之前，我警告你，赶紧滚，否则别怪我动粗。我不配出现在你儿子的婚礼上。方姨，你是不是忘了，我和你儿子在床上缠绵过，肚子里还流过他的种，我怎么就不配了？你贱人，我给你点好脸，你还越发嚣张了。上次是怪你走运，别以为北辰护着你，我就不敢动你了。方姨敢不敢动我，我不知道，但是我敢保证，只要有我的存在，你儿子的婚姻不会太平。我会替我死去的孩子，不择手段的让你们不得安宁。
贱人，不要脸的贱人，你就是上不了台面的野鸡，在这儿还有脸威胁我？谁给你的脸？他不是什么野鸡，他有家有父母，不是什么野孩子。你没事吧？怎么回事？是唐念，是他故意来破坏你的婚礼。儿子，你赶快把他撵走，让他滚远点儿。不劳烦顾总了，我有腿，可以自己走。唐念是我们请来的，既然顾夫人要赶他走，那就连我们一起吧。亲家母，你这是怎么说的呀？这唐念在我儿子的婚礼上闹事，我作为母亲，我不应该赶他走吗？刚才我看见的是你动手打他、推他、羞辱他，自始至终他没有说一句话，全是你对他的诋毁侮辱。怎么最后反而是他在闹事了？亲家母，你怎么帮一个外人说话呀？今天明明是你女儿的婚礼，你帮着一个外人，你女儿心不寒吗？行了，唐小姐没事吧？我派人送你去医院检查一下。不用。方姨刚才伤了人并辱骂人，不觉得应该道歉吗？你是什么意思？唐小姐，我为我母亲的冲动向您道歉，对不起。儿子，你给他道什么歉呀？他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顾夫人，你再多说一句话，别怪我做事难看。走，我带你去医院。唐念，婚礼上的事儿，你是故意的。你说的是哪件事？你明明知道，母亲和哥哥的眼里只有你，所以你故意招惹方玉，让他对你大打出手，招惹母亲跟哥哥来为你出头。唐念，你好深的心机。怎么，你是觉得我就任由你们处置？唐念，我已经是北辰的妻子，就算你是陆家的女儿，你也奈何不了我。我劝你最好安分点儿。确实，我现在是奈何不了你。不过以方慧的性子，她要是知道你不是陆家的亲生女儿，你在顾家，你觉得她能善待你吗？唐念，我警告你，别胡说八道，否则什么？你又想拿谁来威胁？别以为我不敢。你敢？陆星儿，既然你对我父亲的死毫无歉意，那这笔账我们就慢慢算。你今天好的差不多了，今天就可以出院了。陈姐，你怎么来了？听说顾北辰结婚了，怕你太难受，疼吗？不疼，陈姐，我和他早就已经结束了。那要恭喜你了，终于摆脱那个臭男人了。还不快滚进来！谁啊？这是我弟陈超，刚好最近没事儿，让他带你去散散心。陪大美女的话，还是可以的。怎么看着不高兴啊？你姐让你陪我散心，没让你找这么个地儿啊？嗨，你要是不喜欢，那也没办法，一醉解千愁嘛，将就一下啊。我可没时间带你去游乐场搞什么浪漫。再说了，大家都是成年人，有什么不高兴的地方，喝杯酒，睡一觉，第二天又是美好的一天。来，不错。看来你的金丝雀要从笼子里面飞走了，蛇都不想要了，我就给你割了。唐小姐，又见面了。这位是朋友，我叫陈超，是唐念的男朋友。你好。啊，唐小姐速度挺快啊。怎么？按照沈医生的逻辑，我还得守寡一段时间。没有，
那倒不至于，不至于。老情人啊，小屁孩儿，以后没事别乱说话。我什么时候成你女朋友了？不是，我是认真的。你看看你那老情人，他有30了吧，估计还结婚了。你看看我，年轻又有活力，不如试试我。不好意思，我不吃嫩草。嗨，没事儿，我喜欢老牛。再说了，你也就比我大个3、4岁，人都说了，女大三抱金砖，挺好。别贫了，回吧。哎，别急着走啊，才刚来，没玩好呢。来，再坐一会儿。他妈的，眼睛长天上了！不好意思啊，哥，刚才走路有点急了，要不一会儿陪您喝一杯，当做赔礼道歉了啊。小屁孩，毛都没长齐，学人出来喝酒，我欠你那杯酒啊！跪下给我舔干净！你确定？怎么？还要我再重复一遍？这不比舔更舒服呀？啊！找死！我弄死他！先生干什么？等警察过来的话，你的小男朋友都快被打死了。你可以选择找他。喂，警察，这里是。局长小心！敢砸我！等等，你是那孙子女朋友吧？长得还挺得劲儿的啊！你能陪我一晚上，我给那小男朋友留一条命。孙子，你女人老子带走了，今天晚上留你一条命。放开我！你老实点。唐总玩的可真当。顾先生，实在是太巧了。顾总，实在是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了。是这样，我在2楼给咱开个卡座，咱们继续玩。酒就不喝了，人我得带走。原来是顾总的人呐，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那人我就交给你了。嘿嘿，怎么不想走？他受伤了，得去医院。没本事还硬刚，唐念，你眼光不是一般的差。他不去医院会死的。哎，你不会让我管他吧？你可以选择视而不见。顾北辰，你大爷！小爷可是医生，怎么可能见死不救啊？谢谢啊。你在陆氏上班？辞了。顾氏在英国的分公司在招聘，你母亲和弟弟我会安排。为什么？我们2个都已经两清了，你为什么还要赶我走？婚礼上的事情，我不希望发生第2次。顾北辰，你若是非要将过错归在我身上，那我认了。但是我是不会离开京城的。我的母亲还有我的弟弟，我可以自己照顾，我不需要你插手。还有，我非常喜欢陆氏的这份工作，我比你更厌恶和你有任何的牵扯，所以以后有你的地方，我会躲得远远的。唐念和北辰的事情，你明明都知道，为什么还要让他来陆家？鉴定结果不是还没出来吗？你就那么确定他就是潇潇？星儿，既然你已经跟顾北辰结婚了，就好好和他过日子，别的事情就不要在意了。哥，你是不是和妈一样，觉得嫁给北辰的应该是潇潇，不是我？所以是我抢了北辰未婚妻的位置是吗？星儿，你不要多想。可是行了，我还有工作要做，有什么事情我们回家再说。哥，去做自己的事。哼！没事吧？陆总来找我是有什么事？
医院的鉴定结果还需要2天才能出来。明天是杏儿的回门宴，母亲也希望你能参加。这是礼服，你看看喜不喜欢？陆小姐的宴会，我去不太合适吧？明天既是杏儿的回门宴，也是陆家的家宴，你去没有任何的不合适。鉴定结果出来以后，你就不害怕失望吗？别空欢喜一场。我相信自己的直觉。这是新药工程的资料，你看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就拿给我签字吧。新药工程，爸爸的工地。好。我家小宝，念念真漂亮。妈，我先进去。林姨，出门的时候耽搁了，让您久等。妈，不怪北辰，是我早上起来晚了些，化妆又耽误了点时间，所以才来晚了。不晚不晚，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你哥去叫你爸和你爷爷他们了。走，我们先进。你们先坐着，我去叫其他人。北辰，给爸妈还有爷爷的礼物，你是不是忘拿了？好，我去拿。如果我没记错，鉴定结果应该还没出来。你就不怕鉴定结果出来了，你不是陆家的小姐，之后的事儿不好收场吧？陆小姐，你到底在紧张些什么？是不是陆家的亲生女儿是我的事情？你现在为我这么着急担心，该不会是觉得我如果真的是陆家的女儿，会借着陆家的事报复你？就算你是陆家的人，你又能把我怎么样？你父亲的死，那是他活该，谁让他养了你这么一个不知廉耻的东西？所以他活该被气死。是，我确实不能拿你怎么样，但是陆小姐不要忘了，我和顾北辰之间有2年的感情，你觉得你们的婚姻能抹平这一切吗？对了，听说方慧看上你是因为你是陆家女儿的身份，如果她知道你不是陆家的亲生女儿，你觉得她会不会拆散你们啊？如果鉴定结果出来我真的是陆家的亲生女儿，你觉得你们还能走多远？没事吧？怎么回事？心儿，这怎么了？爸妈，你们要是不要心儿，就给心儿说一声，不必让唐小姐这么来羞辱我。心儿，你胡说什么呢？你是我陆丽的女儿，永远都是，以后不许胡说。爸，在今天之前，我也一直以为我永远都会是您的女儿。可是唐小姐仗着母亲和哥哥的偏宠，警告我滚出陆家，永远都不要进入陆家。这个家姓陆，谁能进这个家门，我说了算。唉，要不大家先用餐吧。我和他在一起700多天，从没见他跟我夹过一次菜，如今却对他的妻子体贴入微，关怀备至。或许这就是爱和不爱的区别吧。怎么了？今天日子很特殊，我有个重要的事情要宣布。这些年我们全家都在寻找失散多年的潇潇，几乎找遍了全国每一片土地，从满怀希望到绝望，又从绝望到充满希望。没想到今天我们在这里以这种方式相聚。鉴定结果出来了， DNA 显示唐念与父亲的 DNA 重合率高达 99%， 也就是说唐念就是爸妈的亲生女儿。孩子，妈终于找到你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哎呀，我寻找多年的女儿终于找回来了。过几天呀，我一定要大请家宴，也算是为潇潇接风洗尘。来来来，干一杯！什么时候？顾总说话向来这么没头没尾吗？什么时候知道你是陆家走丢的女孩？听你这话，你是后悔和陆星儿结婚了？说来也是，毕竟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要是早点知道我是真正的陆家大小姐，说不定你的孩子也不会死。1年后，他或许还有机会软萌萌的叫你一声爸爸，而不是化为一滩血水被冲进下水道里。够了，唐念，你是在怪我没有娶你吗？我有什么资格怪顾总啊？毕竟顾总是掏了钱的，拿了钱再怪顾总，那岂不是太没有职业道德了？唐念，顾总，你不能这么生气。你要是不想娶陆小姐的话，可以跟她离婚，然后光明正大的再娶我这个真正的陆小姐。唐念，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北辰，北辰，爸说有事跟你聊聊，在茶室等你。陆小姐，你一直这样不累吗？贱人，居然勾引有妇之夫！我要是想勾引他，就不会选择这种地方，早就把他带到房间里去了。唐念，你这种人就不该活着，就不该活着！救命！星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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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医生，医生！只是呛水，没什么大事，好好休息一下。北辰，陆伯父家的泳池，不用去填了吧？怪我了。心儿是在你走之后领养的，你走了以后呢？你母亲是整日以泪洗面，泣不成声，所以我就把她领回了陆家。这么多年，她在你母亲面前听话懂事。如果没有她，你母亲恐怕过不了这一关。我没有推她。不管怎么样，一会儿去给星儿道个歉，毕竟这件事是你做错了。道歉就不必了，今天多谢陆总了，我先回去了。做错了事情，难道不能道歉？没人教过你吗？我父母教养我的是做错了事情道歉，不是别人认为我错，我就要道歉。陆总，我之前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像林毅这种美好的人会教养陆小姐这种人出来，现在看到你，我明白了。对了，这上面有监控，陆总可以回去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再去指责别人。唐念，你太冲动了。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去了。这里才是你的家。我不知道陆总对家的定义是什么，但是在我这里，家是我的港湾，是我的牵挂，是我的归宿。很显然，这里不是。看来你手势好了，不如你帮我一个忙。我靠，你连病人都要使唤，你这也太狠心了吧！不愿意就算了。
好，你说吧，什么事儿？晚上你带几个人去陆氏集团的星耀工地，那儿的建筑应该都不合格，在不伤到人的情况下，把事情闹大些。好。唐念，顾总找我有事，你想要什么？你觉得我需要什么？星儿虽然不是陆家的亲生女儿，但她既然嫁给了我，就是我陆北辰的妻子，我有责任去维护她。我希望你不要为了自己的一己私欲去刻意针对她。顾总对自己的妻子真是爱护，我非常佩服。不过，你真的了解你自己的妻子吗？顾总，你跟我来一下。你最好别耍花样。唐姐，你……哎呀，姑娘别哭呀！听大妈一句劝，这种男人可要不成啊！哎呀，小伙子，这是做什么？男女朋友吵架，你不至于把女朋友推到水池子里吧？真是长见识了，这种男人还能找到对象啊？唐念，你什么意思？顾总是没看清楚，还是脑子不够用，不知道我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有的时候不是掉几滴眼泪，装装委屈就是弱者。我没有推陆星儿。顾总也知道被人污蔑的滋味是什么感受，所以麻烦你回去告诉自己的妻子，不要再做那些让人恶心的蠢事。对了，忘了提醒顾总，顾总还是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自己的妻子是什么样的人，毕竟是要过一辈子的。唐念，你赶紧回公司，星耀那个项目出事了，陆总通知10分钟后召开紧急会议。好，我马上就过去。星耀这么快就出事了，看来陈超的办事能力还挺强的。爸，我终于可以为你报仇了。承重墙竟然全部都坍塌，这么大的事故，竟然让我们来找问题的根源，这明摆着就是折腾我们。刘姐，负责经营工程的领导是谁？陆总呀，还能有谁？哎，不过直接负责星耀的人应该是李经理。发生这么大的事，你是想直接把陆氏交代了吗？这次的事情我不管你怎么办，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结果。哼！晚上有时间没？一家人吃个饭。晚上我要陪妈妈和弟弟，不好意思。有什么事吗？星耀工程的事故，从本质上来说，那是必然的。因为星耀工程用的高价安全材料被置换成低价材料。这个李经理，好大的狗胆子，竟敢这么胡闹！查一下星耀工程的材料进场质检记录。那您先忙。唐念，昨天的事情，爸知道错怪你了。晚上如果没什么事的话，咱们一家人好好吃个饭吧。不必了。干什么抓我？我犯什么事了？放开我！放开我！
放开我！放开我！放开我！这李经理啊，可真是恶有恶报呀！星耀工程肯定是他做的手脚，几个亿的资金弄出来的房子，就跟豆渣一样，不知道被他私吞了多少呢。妈，你听到了吗？害你的人终于得到制裁。妈，你开门，我给爸爸报仇了，妈。小陈，你给姐姐开门。小姑娘，你还是别敲了，这会人家昨天已经搬走了，你还是打电话联系吧。搬走了？那您知道他们搬去哪儿了吗？这个不太清楚，说是回老家了。父亲走了，自然是要落叶归根。母亲连回老家都不愿意跟我说一声，肯定是怨极了我吧。啊，唐念，你回来啦？你怎么来了？玉儿说你住这边，我过来看看你。你吃饭了吗？我给你熬了点汤。走吧。唐念，昨天的事是你爸冲动了。希儿在陆家待了20多年，你爸把对你的想念都转移到他身上。昨天事发突然，所以他才凶了你。但是你爸是真的很想你，他也知道自己错了，你别生他的气。咱们啊，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一家人，一家人啊，是怎么吵怎么闹都散不了的。都过去了。唐念，你是不是很怨恨我和你爸？算不上怨恨，这么多年过去了，能遇见你们已经是恩赐了。妈知道你心里有怨，妈也不逼你一下子就改口，妈只希望你以后不要走远，只要你安然无恙，好好的。刘姐，我家里有点事，想跟你请一下假。怎么突然要请假呢？是有什么急事吗？我爸的丧事。哦，我想回去一趟。哦，好，那你节哀顺变。谢谢刘姐。妈，我求求你，不要赶我走，让我送我爸最后一程，好吗？姐，我以为你不要我们了。我怎么会不要你们呢？爸，你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妈妈和弟弟的。妈！妈，我自己来吧，这些天辛苦你了。念念，对不起，小陈虽然已经做了手术，可是今后的治疗费用是个无底洞。妈只是不想再连累你了，所以才搬回老家。妈，你不用这么说，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姐，你去哪儿？姐姐给妈送饭啊，能去哪？我以为你又要走了呢。姐姐永远都不会不辞而别的，不管姐姐去哪里，都会带着你和妈妈。你要健健康康的，也要让妈妈开开心心的，知道了吗？那我先走了，你记得按时吃药。
呀，这不是我们陆大小姐吗？这才关了3天，怎么就成这样了？瞧你那憔悴样儿。陆小姐手脚可真是长，都伸到小仙城来了，为了找到我，你可真是煞费苦心啊。这都是你自找的，陆星儿，你有本事就把我关在这里一辈子。我可没打算把你关一辈子。进来，给我好好收拾他。陆小姐，这你放心，皇您满意。我倒要看看陆家小姐要是被玩残了，还怎么去勾引男人。来吧，陆小姐，放心，我会让你很爽的。哎呀，陆小姐皮肤可真好。放开我！你叫啊，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你叫啊，叫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的。妈的，臭婊子，给我老实点，不然有你好看。等一下，你不是要跟我那什么吗？你不松开我，我怎么好配合你呢？可别耍什么花样！我告诉你啊，来这儿的女人，不管是自愿还是被迫，都没人能走出去的。跟我好好配合，哥给陆小姐说，把你卖给我。妈的，臭婊子，妻子！妈的，臭婊子！既然不愿意伺候我，那给你换一种姿势。魏晨，唐念，顾北辰，谢谢你。你怎么会在那儿？我是被绑去的。绑去的？从京城绑到江淮那个小县城。我爸的葬礼，我想回去送他最后一程，结果被撞晕了，囚禁在那里。我在那个酒店已经待了3、4天了。顾北辰，我说的话你会信吗？你想说什么？是陆星儿绑的我。理由？咱们2个的关系，你以为他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他知道我是陆家的女儿，你以为他真的会像你看到的那样，敞开怀抱迎接我回陆家，取代他的位置吗？顾北辰，他真的不像你看到的那个模样。好好养病。唐念啊唐念，你明明都知道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你为什么还要说这些？你还在期待些什么？妈，弟弟，哎呀，你可算回来了！你弟给你送伞，只看见地下的保温桶和粥，四处找你不见你人，急死了。你妈为这还报了警，警察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哎，自从你弟淋了雨，又高烧不退，你妈在医院守着呢。谢谢啊。妈，念念，妈，我回来了。念念，对不起，让你担心了。你这么多天都上哪去了？怎么把自己弄成这个样子？疼吗？没事的妈，我就是不小心出了车祸，被肇事的司机带到市里治疗，真的没事了。念念，你已经不是个孩子了，你别冒冒失失的让妈担心好吗？妈，你还记不记得当年在小镇上捡到我的具体位置吗？念念，
之前把你赶出家门是妈太冲动了，对不起啊。没关系的，我当时是跟你爸在政府门口捡到你的。当时镇上在修电站，我们2个人就去卖苦力，路过政府门口的时候，你就蹲在路边。等我们晚上10点钟回来的时候，你还在那。晚上又冷，你也不哭不闹的，小小的身子就全蹲在那儿。我们2个看你可怜，上去一摸，你还在发烧。当时我们没有孩子，所以就把你抱回家养了。我想回去看看。好，我明天带你去看看。念念，小陈的病在镇上，怕是……妈，我们把小陈带去京城治疗吧，那里治疗条件好，也方便我照顾你们。你不用担心钱，我现在在大名鼎鼎的陆氏上班，工资可观，小陈的医疗费我可以负担得起。听你安排。就是这，以前的镇政府现在改成了仿古度假村了，但是大门位置没变。你那个时候就蹲在那儿，天气那么冷，小脸冻得红扑扑的，不哭也不闹的。现在都长这么大了。唐念，你怎么在这儿？你这脸……陆小姐真是贵人多忘事，我们前一天才见过。唐念，你可别乱说，我那天可都是一直和北辰在一起。哦，念念，妈，你怎么了？你还跟那个男人有联系啊？妈，你放心，我们已经没有联系了，以后也不会再有任何的牵扯了。你别怪妈啰嗦，咱们女人这辈子找男人，他不一定要有钱有财，最重要的是对你好，心疼你，肯一心一意守着你过一辈子，平平淡淡健健康康的才最重要。那些需要你仰望的男人，他跟你走不了一辈子的，太辛苦了。更何况那个顾北辰，他已经结婚了，你几乎离他远一点。好好找一个真的心疼你的人生活好吗？知道了，妈妈，都听妈妈的。你事情办完了吗？刘姐，你还有什么吩咐的吗？你脸上的伤没事吧？没事。你夏天别感染，小心一点。我回老家的事儿，只跟刘秀一个人说过，然后陆星儿就追过来，绑架了我。唐念，唐念，走，去医院。怎么心疼我呀？废什么话呢？去医院。哎呀，你个没良心的！你说好过来请我吃饭的，要不是弟弟我及时赶到，你这小脸哟，恐怕要废喽。唐念，你可真是够不要脸的呀！这么快就搭上新的小白脸了。这说你是公交车算是抬举你了，你就是火车，万人睡的婊子。谁呀？我？公交车？火车？去买一支好点的牙刷，好好刷刷你这张臭嘴，别见到人到处喷。你自己不恶心你自己，看到的人还恶心。你为什么要帮这个夫人？唐念害得陆小姐和顾总感情不和，害得我老公进了监狱，你为什么要帮他呢？你老公？那个姓李的小经理，他那是贪污搞砸了项目，罪有应得。你们自己人龌龊，竟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还有脸来这里怪别人！保安，给我把这个女人赶出去！我老公只是拿了点钱，为什么要去坐牢？唐念，你个贱人，我一定要杀了你！念念，你烫着没有？我没事，刚才水杯倒了。先生，你没事吧？真是谢谢你了。要不要去医院看看？你叫什么名字啊？还有没事儿，我叫陈超，是唐念的男朋友。
好，好，好，真好，小陈这孩子真好。林姨，你是不是要去找陆总？他现在应该在办公室，你上去吧。我是来找你的。玉儿说前几天你请假了，今天刚回来，我本想做些好吃的给你送过来，不过看样子你们是一会儿要出去吃，那我改天送过来。你和小陈出去吃饭吧。好，走吧。我什么时候成你女朋友了？我好歹也救过你2次吧，你就不能给我点好脸啊？你要是有点良心，就陪我去医院，顺便请我吃点东西。走吧，去医院。真香甜。你要是以后想离顾北辰远一点，就别动。陈先生，这是？经历了念念这次在老家被绑架，我才发现他在我心里到底有多么重要。所以我决定了，以后不管他在哪里，我都会守着他，护着他。顾总没意见吧？没有。那看样子，我和北辰马上就能喝到唐小姐的喜酒了。这位小姐怎么看起来这么面熟啊？宝贝儿，你快看看，她是不是和视频中绑架你的那个女人有点像啊？这位先生，你在说什么？什么绑架不绑架的？听起来怪吓人的。哦，那这样吧，一会儿给江淮有关部门打电话，好好问问，我倒要看看他们给我提供的线索，莫非有假？好了，顾总，不打扰您了，我们走吧。对了，公司前几天刚招进来那唐念，跟陆总什么关系啊？关系肯定不一般。前几天呢，他请了半个月的假，可能是玩得太刺激，脸都受伤了。玩什么？他跟了陆总？这个年头啊，哪有人会嫌钱少呢？听说他是去了江淮最大的酒店，那儿的男人呀，又刺激又有钱。听说呀，会玩得很。难怪中午在大厅，季晴会骂他是公交车。唐念，我们刚才是胡说八道的，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不放在心上能成吗？不过一个妓女，还有当又立的，你不恶心啊？这脸皮也没这么厚，怎么说话这么难听？你说谁呢？你，我又当又立，你是什么？打听我和陆总之间的关系，怎么？难不成想让陆总来帮你？我劝你一句，就你这种货色，陆总能看一眼都觉得是在污染视线。你有时间在这污蔑我，还不如多跑几趟整容医院。你下次再做人，先打听清楚，什么人能惹，什么人不能惹。唐念，刘姐，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唐念，晚上有事吗？没事的话，一起回趟陆家，妈做了好吃的。晚上我有事，先不去了。上次的事情，爸知道错了。你别放在心上，我是真的有事。爸准备给你办个宴会，对外宣布你的身份。你有时间的话，回趟家，跟爸妈提一下你对宴会的要求。念念，怎么办呀？小陈他好不容易做完骨髓移植手术，怎么又严重？妈，你别太担心，医生说他只是肾功能出现了点问题，还好发现的早，
小陈很快就会好起来的。妈，你要照顾好自己，不能小陈好了，你又倒下了，那我们可怎么办？阿念，开门。谁啊？是我，开门。顾总找我有什么事？唐念，我数到3，再不开我就砸门了。哎。顾北辰，你怎么喝这么多酒？顾北辰，现在已经凌晨1点了，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怎么，有了新欢我就不能来了？你喝醉了，我找人送你回去。顾北辰，现在已经凌晨1点了，我明天早上还要上班，你现在找我来到底有什么事啊？你跟陈超什么关系？男女朋友。离开他，你玩不过他。顾北辰，你现在是在用什么身份跟我讲话？前男友，还是以陆家女婿的身份？顾北，顾北辰，顾北辰，你不会真的睡着了吧？顾北辰，放开我！顾北辰，你有病就去吃药，你在我这里发什么疯？孩子，把孩子还我！原来他还记得孩子，原来他在乎他。顾北辰，你穿我衣服干什么？你衣服呢？湿了，穿不了，睡觉。Hello， 唐念，你这昨晚干嘛了？你这黑眼圈的。大清早的，你来干嘛？嗨，我姐糕点做多了，让我来给你送点儿。顾总，你这是今天的事情你最好全部烂在肚子里，否则，顾总，走。哎。唐念，你最好给我个解释。那个，我说，你这衣服是你昨天喝醉酒自己换的，你信吗？你再说一遍。昨天你喝醉了跑过来砸我门，
一进来说自己衣服湿了，偏要晃我连衣裙，我拦都拦不住。喏，你看，你昨天喝的酒瓶子还在这儿呢，真的是你自己。够了，管好你的嘴。唐念，为什么？就因为我在洗手间说了你的坏话，你就公报私仇，唆使陆总将我调走？同事一场，我没有想到你这么的狠，亏我以前还尽心尽力的待你。你被调离不是我唆使的，一来我没这个本事，二来这种事情我从来都不会做。自从仙药工程出事以后，陆总就让我把所有的项目都翻了一遍，让我把发现的问题全部告诉他。我觉得这是我的工作，并不是在公报私仇。你要是真的想找原因，你应该从你自己的身上找找原因。你手里的资料有多少不合格，你自己心里清楚。陆总没有开除你，你应该感觉到庆幸。另外，你做的那些龌龊事，你真的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你什么意思？陆仙儿没有随时让你汇报我的情况。我回老家，在江淮差点丧命，回来京城又差点被季晴毁容，连续发生这么多事情，我一直不明白的就是，好像陆仙儿一直很清楚我的位置。如果说一开始我只是怀疑，但是后来我在卫生间听到你在传我跟有钱人乱来的假象，我便清楚。刘姐，我不傻，是个人啊，动动脑子都能想到。可我做这些并没有影响到你任何的事情，而且陆小姐说了，只是想知道你的去向。她也说了，她只是好奇。好奇？在卫生间里面诽谤我，又想在公司传我的污言秽语，也只是好奇而已。我需要钱，我有孩子，我一家老小上上下下都要我挣钱养着。陆小姐说了，她只是想知道你的行程而已，你并没有受到任何的伤害啊，我只是想保住我的工作而已。可你为什么要咄咄逼人，唆使陆总将我调到分公司？刘姐，我再说一遍，你被调离分公司不是我唆使的，而是你自己的问题。人可以蠢，但是不能蠢而不自知。你应该想到的是如何以后把工作做好，而不是想方设法的推卸给别人。你觉得不容易，可谁活得容易？凭什么让我成为讨好别人的工具？哎，念念，前2天你去江淮，你去那边做什么？我爸的葬礼，我回去送他。啊，我养父母是江淮那边的，我从小在那边长大。对了，陆总，您年轻的时候经常去江淮那边吗？何止经常，当年为了江淮那边的事业，他1年呀回来都不到1个月。当时啊，我才刚怀上你，是天天盼着他回来。后来生下你以后，他不在家，我就带着你和你哥吃了不少苦，好不容易盼着他回来了，还天天跟我吵架，最后啊，害得你走丢。唉，好在我们苦尽甘来了。哎，念念，你的养父母是江淮那边的，那你和你养父母是怎么遇见的？我妈说她是在镇上的一个政府门口看见我，我当时应该在那里待了很久，所以她见没有人管我，就把我带回家了。哎，老公，当年咱们潇潇是从江淮那边走丢的，他们怎么会跑到江淮那边？哎，这中间又差好几千公里，你说他一个2岁大的孩子怎么做到的？哎呀，商业上的利益纠葛，得罪人是正常的。时隔久远，现在怕是不好查了。哎，没关系，我女儿回来了，以后咱们一家呀就可以团聚了。喂，
你在哪儿啊？我有点无聊，去找你啊。山水居陆家。好，等着我啊。爸妈，我回来了。爸妈，我回来了。爸妈，好久不见，有没有想我？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吃饭了没有？我和北辰在附近逛街，刚好看上你们爱喝的酒，就买回来了。都嫁人了，怎么还像个小孩呢？唐小姐，你怎么在我们家？那你们先聊，我先去把酒收起来，一会儿找你们啊。杜夫人，我先出去透透气。唐念，陆总别担心，我最近眼神不太好，有的时候看不清东西，特别是我不想看到的。北辰，妈把我以前喜欢看的书打包好了，可以拿回家看看，你进去拿一下。唐念，你这种女人，是不是只有死了才能安分？是不是只有死了才能安分？陆小姐，你能不能别跟个狗一样见到人就咬？你要是有本事弄死我，那你就来，别整着一副让人恶心的嘴脸。别以为你勾搭个没权没势的小白脸就万事大吉了。你说他要是知道你和他在一起，还勾引着北辰，他下手都比我还重。陆小姐，我不像你，我不喜欢别人嚼过的棒棒糖。另外，你不知道的是，陈超在江淮还有一堆警察兄弟，你猜他们会不会在不经意间查出来你前2天曾经去过雅云酒店？随后陈超再跟顾北辰聊聊天，告诉他们你是怎么在雅婉酒店找的人，再告诉他们你是怎么想要弄死我的。你猜顾北辰会怎么想？简直你敢！星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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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辰，果然，他选择的从来都是别人。醒了，醒了，你还记得我吗？终于醒了，念念，你吓死妈了。我错了，我以为无论他怎么样，至少对我是动过心。我说他怎么会喝醉酒后去找我？我忘了，这个世上有一种人，他不爱你，但他不会放过你。那你先好好休息吧，啊！你让他好好休息。喝点汤。念念，你和心儿，你们俩是怎么掉进游泳池的？他推我下去的。你告诉妈，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你们俩都是妈的女儿，妈希望你们俩像亲姐妹一样，是一家人，不是仇人。林毅，我和他这一辈子都不会成为一家人。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成为一家人？他有哪里做的不好？你告诉妈，妈教训他，让他改。林毅，你知道我脖子上这个崭新的伤痕是从哪里来的吗？心儿家的。林毅，我是不会把他当成家人的，这辈子都不会。外面怎么了？不管他们，你好好休息吧。爸，是不是你们找到了亲生女儿了？我就不是陆家的女儿了，我就要像块抹布一样被丢掉了是吗？我到底做错了什么？星儿啊，
爸爸不是这个意思，爸爸就是想知道你和念念你们俩之间到底怎么了。你俩都是我的女儿，我希望你们俩都好好的，你俩又是姐妹，对吧？不要老是因为一点小事就经常的争吵。上次是你，这一次是念念，无论你们俩谁出了事，我这个当父亲的心里都不会好受的。我都说我没有推他，他是自己掉下去的。我是想去救他，但是我不会游泳啊，所以北辰赶来才第一时间把我救了上来。爸，我当时也是太紧张太害怕了，所以才忘了水里还有唐念。你们也看监控了，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所以我脖子上的伤痕也是我自己掐的。念念，你怎么起来了？呛了那么多水，差点就没命了。医生不是叮嘱你好好休息吗？陆小姐，你在想掐死我的那一刻，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真的死了，警察在看到我脖子上的掐痕的那一刻，你该怎么解释？我说了我没有。你见过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到水里面，还能伸出手掐自己的吗？心儿，我女儿丢了20多年，我把你当亲生女儿养了20多年，从小到大，只要你想要什么，我都会想办法给你最好的。如今我女儿回来，我不求你这些年记着我的好，我只求你，不管你出于什么心思，不要伤害我的念念，好吗？妈，你什么意思？你也不相信我？你既然以陆家女儿的身份嫁进了顾家，那以后就好好在顾家过日子。爸，妈不要我了，你是不是也打算不要我了？既然嫁人了，以后就在顾家好好过日子吧。你可真虚伪，口口声声说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结果亲生女儿回来没几天，你们这虚伪的嘴脸就暴露了，这么着急赶我走，给唐念这个贱人腾地方。唐念，你处心积虑的赶我走，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北辰，我现在没有家人了，他们都不要我了，我只有你了。行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吧。所以你们真的觉得杀人不用偿命，欠债不用还钱是吗？陆小姐，你是不是真的觉得只要你掉几滴眼泪，说几句扎心的话，这件事情就可以过去了，对吗？唐念，他知道错了。所以呢，如果刚才我死在泳池，你们现在捞起来的是一具尸体，是不是只要他对着我的尸体说一句对不起，这件事情就过去了，对吗？北辰，你别说了。唐念，我知道你怨我抢走了爸妈，也怨我抢走了原本该你家的北辰，可这些已经发生了，我已经尽量在弥补了。刚才的事情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相处，你一定好好孝敬爸妈，不可以吗？你就一定要把我赶走你才甘心吗？林姨，陆叔，我先走了。才捡回来一条命啊，你要到哪儿去啊？二老也知道他才捡回一条命。好点了吗？还望二老莫怪，因为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这天底下的父母都生怕自己的子女吃一点亏，受一点委屈。二老倒好，帮着外人欺负自己的亲生女。是不是因为念念从小没有在二老的身边生活，所以不哭不闹就代表着不伤心不委屈？这陆小姐怎么看起来这么眼熟？这就是念念被绑架后警察提供的监控里，你就是主
你让人绑架念念，还花大价钱找一个喜欢玩戏虐的变态，让把念念玩死啊！胡说八道，我没有。警察们还纳闷呢，穿得这么珠光宝气的一个大小姐，干的事儿却是这么的阴狠毒辣，真叫人刮目相看。要不是顾总恰巧救了念念，估计此时的念念早在黄泉路上了吧？我没有，我没有，没有。我看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我现在就给我那警察朋友打电话，让他们把视频发给我，让大家都好好看看这位陆家的星儿小姐是多么的阴险毒辣、为非作歹。不要啊！我们陆家这些年好吃好喝的供着你，你就这样对待我女儿的？你这心肠怎么这么歹毒？不是的妈，我没有做过，视频一定是他们合成的。陆小姐，你要用同样的借口来搪塞吗？在水里面我可以掐死我自己，我同样可以用钱找人凌辱我，然后把我弄死抛尸荒野。顾总，你从酒店把我救下来的那一晚，你也觉得我是在演戏？妈，你相信我，我真的没有做过。陆心儿，我自认这些年没有亏待过你半分，更加没有委屈过你。就连原本与陆家定亲的人是我女儿，因为你喜欢顾总，我们也风风光光的把你嫁给了心爱的人。如今你就这般来害我的女儿，陆家以后是容不下你了。你走吧。爸，你也不要我了。你走吧。北辰，那你还要我吗？走吧。怎么，这就走了？顾先生想保护你的妻子，我也是一样。我只想保护我的女朋友。陆小姐光天化日之下买凶杀人，怎么着都得有个交代吧？要不然要警察局做什么？我那几个警察兄弟可都说了，只要我们坚持追究，他们必将上报京市公安联合查办。北辰，我求你了，我不想坐牢。念念，算了，你们走吧。我们家念念总是这么美丽大方、委曲求全，我更爱了。我们也走了。念念，妈知道我们现在说什么也没用，你刚落水，今晚就在陆家休息吧。陈超陪着我，没事。配合的不错嘛，这次总算把那陆星儿给吓唬住了。他在你的老情人心里形象大打折扣了，还不谢谢小爷？你胆子也太大了，万一被他们发现证据是假的怎么办？警察办案嘛，证据怎么能随便外传呢？行啊，你可真够拼的。这不就笑了吗？不就是一个脸皮贼厚的绿茶婊吗？放心，有小爷呢。陈超，谢谢你。咦，哎呦！病情恶化的太快，如果找不到可以配型的肾脏，唐晨恐怕坚持不到半年。所以我们得加快速度啊。小陈是爸爸和妈妈的命，他才17岁，还没有看过这个世界的美好，怎么能就这么走了？我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找到合适的肾源配型。小姐，麻烦您告诉我您的 VIP 预约号。哟，这南都什么时候对顾客的要求这么低了？一个随随便便上不了台的人都能进来？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唐念，是给你脸了吗？我跟你说话，你装聋是吗？原来是你在说话，不好意思，我还以为是狗在叫，听错了。唐念，
你父母怎么生出来你这个贱货？你还真以为我不敢把你怎么样？我告诉你，就算你让北辰和心儿把婚离了，我顾家的儿媳妇也轮不到你这个贱货。妈够了，妈够了，是不是轮到我说了？方慧，你真以为你儿子是个香饽饽，谁见了都想啃一口啊？是，顾北辰是优秀，但是他有你这样的妈，真是拉低了他的身份。顾北辰遇到你这样的妈，上辈子真是造了孽。贱人，你麻烦顾总抬一下脚。给我母亲道歉。给我母亲道歉。顾总确定要我给他道歉？唐念，道歉的时候最好诚一点，否则……是你儿子让我给你道歉的，怎么？你要是不满意的话，我可以再道歉一次。你敢打我？谁给你的胆子？儿子，你看看这女人，我就说她是阴险毒辣，上不了台面吧？你闹够了吗？唐念，我刚看到你给我打电话，怎么了？没什么事，我们先走吧。你跟顾北辰之间没事吧？我们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你这么着急找我是遇到什么事儿了吗？需要我帮忙吗？我弟弟病情越来越严重了，急需要肾源。你能不能用一下你的人脉，帮我找一下合适的肾源吗？没问题，我这就去办。为什么啊？怎么突然离婚？这好像是方慧的声音。你们这才刚结完婚，现在好不容易一切走向了正轨，要是突然离婚，这顾家那些黑心豺狼不怕他抵押你吗？妈，我的事情你不用插手。儿子，你是不是心里还惦记那个狐狸精？我告诉你，你要是为了他要跟心儿离婚，我就不活了。这个女人根本就上不了台面，你可不能糊涂啊！我刚巧路过。顾北辰，你怎么在这儿？你怎么在这儿？路过。顾北辰，你干嘛？睡觉。 사랑을 잘 모르겠어 이렇게 다가올 줄 난 몰랐어 내 마음조차도 사랑 앞에서는 내 뜻을 顾北辰，你干什么？唐念，你干嘛？喂。 顾北辰，北辰，你昨晚和唐念在一起。神经病！陆小姐，有事吗？唐念，你为什么像一个贱人一样缠着北辰？陆小姐，麻烦您在搞清楚情况之前，管好自己的嘴。你的男人就在里面。 麻烦你管好自己的男人，免得他像一只丧家之犬一样到处乱跑。北辰，你怎么在这儿啊？你一晚上没回来，我跟妈都快担心死了。
好好的老婆当得像个老妈子一样，有什么可生气的？北辰要和我离婚，你现在满意了？我告诉你，我死都不会离婚的，咱们谁也别想好过。星儿在干嘛？这在公司别胡闹。哥，北辰要和我离婚，这都是他害的。之前一切都还好好的，唐念一回来，这一切都毁了，我恨他。顾北辰要和你离婚？走，有什么事儿去我办公室说。哥，这个时候了，你还护着他？你明明都知道，都是他破坏了我和北辰的婚姻，你还要护着他？顾总，这一切你都听到了吗？麻烦顾总跟自己的妻子把事情讲清楚，不要让他到处见人就咬。你说我要是在陆家给你办的任性宴上跟你求婚，你是不是觉得老浪漫了？闭嘴吧你！唐念，我差点忘了，现在应该叫你陆潇潇，还真是野鸡变凤凰了呀。陆星儿是吧？看来陆家底子那么好，也没能让你在9年义务教育里学会怎么做人是吧？要我说啊，野鸡就是野鸡，永远变不了凤凰。你哪怕在凤凰窝里待个10几20年，还是这个样子。陈超，段队人，你是这个。少拍马屁，走吧。哟，这野鸡都能来参加这高档的宴会，唐念今天又勾搭上哪位公子哥了呀？你想干什么？不想干什么，我就是单纯的不想让你好过。你这个贱女人，北辰跟星儿都快离婚了，你倒好，还打扮成骚狐狸这个样子，想勾引谁呢？切！唐念，像你这种女人，永远都比不上星儿，就是这种贱命，永远都做不了人上人。哟，陆家的眼光什么时候这么低了？这么上不了台面的女人也能和陆家搅在一起？顾夫人当了几年阔太太，就以为自己是真名媛出山，张口闭口上不了台面的女人。方慧，你忘记自己出身戏子，忘记自己是怎么攀上顾家的门面了吗？诸位，今天邀请大家来，还有一件天大的喜事，陆某想和大家分享。各位，今天我们夫妇将正式介绍我们陆家长女陆潇潇给大家认识。什么？唐念这个野鸡怎么可能是陆家的长女？你把离婚协议书签了，别赖着北辰了。方姨，你也要拆散我和北辰，我们可是真心相爱的。你们算什么真心相爱？陆星儿，你们要是真心相爱，你结婚这么久，为什么北辰连你动都没动？顾北辰没碰过他。北辰只是舍不得碰我，他只是……陆星儿，再别给自己找理由了。他是我儿子，我这个做母亲的还不清楚吗？你留在顾家，不能给顾家带来任何东西，就连生儿育女你都做不了。陆星儿，不是我现实，我是一个母亲，我要为我的儿子将来考虑，所以就算成全我，把这个离婚协议签了，你需要多钱，
我们顾家尽力给你补偿。我不签，我是不会离婚的。从我嫁给北辰的那一刻开始，我就没想过要离开他。就算我守着他一辈子，也是不会离开他的。只要我不签，你们就拿我没办法。这事由不得你，我现在就去大厅宣布你和北辰离婚的消息。若是你还是不签，别怪我想办法逼你签。方慧，你现在就要去宣布吗？你就不怕京城的人说笑话吗？陆家前脚才宣布找到了亲生女儿，你们后脚就要宣布和我这养女离婚，你们就不怕成为京城的笑柄吗？我不仅宣布，我还要告诉所有的人，你嫁到顾家以后，我儿子连你一根汗毛都没动，你是怎么进顾家的大门，我们就怎么把你送出去。陆星儿，你是从头到尾一点亏都没吃，还白捡了几百万的离婚费，这么着还把你委屈了。站住！方姨，你真的要现在去吗？哼，就别怪我。方姨，方姨，顾北辰，你妈受伤了，你快来！方姨，顾北辰，快送医院！顾北辰，救人要紧，酒店有监控。你想说什么？顾北辰，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吗？我不蠢。如果我说这些都是陆心儿干的，你会信我吗？只要是你说的，我都信。唐念，陆心儿的事情你不用管了，我会去处理。顾北辰，陆心儿就对你那么重要吗？她差点害死了你妈，你这都可以原谅？你不觉得对陆心儿来说，跟我离婚比她坐牢还惨吗？这人不是从不解释，今天怎么话这么多？唐念，你爸出事那晚，你一定也很害怕吧？唐念，如果我说我错了，我大错特错，你会……喂，好，我马上过来。你先去忙吧，有什么事情我会立刻给你打电话的。好，等我回来。顾北辰，有的时候人心很大，可以种下所有的委屈和痛苦，但有的时候人心也很小，容不下一丝的绝望。顾北辰，我不会再给你伤害我的机会了。念念，他怎么样？医生说他后脑受到严重的重创，往后不知道还能不能醒过来。心儿这回太冲动了，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呢？他都承认了。北辰的那位朋友啊，查到了酒店的监控，他不承认又能怎么样呢？你爸爸说愿意多出些股份补偿北辰，让北辰原谅心儿，可北辰断然拒绝了。他说要想让他不报警，心儿必须签字离婚，而且陆家必须声明心儿不再是陆家的小姐。北辰的一心护着你呀。可是挚爱的深情比草芥。
顾总，您这都送了1年花了，你不嫌烦，我还嫌烦呢。哎，可是你至少得先收一次花，然后我才能进行下一步。约吃饭，再下一步是看电影。饰演那小子说了，这都是追女孩的必备流程。约你妹，吃你妹，看你妹啊！郝年，我是怎么把你弄丢的，就怎么样一点一点再把你追回来。